华为 Mate 50 Pro、小米 12S Ultra， 这两台手机可真有的说啊！主要是靠着华为挣钱的徕卡，它现在不跟华为玩了，它跑小米那边去了。于是华为自创概念 Xmage 来重新打造自己的影像旗舰手机。如今市面上很多主打影像的旗舰手机啊，那么 12S Ultra 肯定是其中之一了，毕竟它是跟徕卡新合作的影像旗舰嘛。那么今天就来看看华为 Mate 50 Pro 和小米 12S Ultra 在影像方面的表现。那开头呢，还是先问问各位，你们觉得这两台手机哪台会更厉害一些呢？如果你选择华为打1，选择小米打2。华为 Mate 50 Pro、小米 12S Ultra， 这华为不跟徕卡合作了，这一转脸小米就跟徕卡合作了。那么今天他们俩的对比呢，咱就算是新仇旧恨一块算了啊。作为两眼相的节目，每期我都会用手机去拍摄一些摄影作品啊，拍得不好抛砖引玉，希望你也可以参与到摄影中来。照片不会说也不会动，但照片更长久。那刚才的照片呢，就是这两台手机所拍摄的。还是那句话啊，希望你也可以参与到摄影中来。欢迎收看 ZPH， 我是大吴，我是长张。如果喜欢这期节目，一定要点赞、关注、支持我们。没错啊，因为这样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那下面呢，就来看看这两台手机，华为 Mate 50 Pro 跟小米 12S Ultra 在影像方面的对比到底怎么样？首先还是先简单介绍一下两台手机的后摄配置以及拍摄界面啊。因为他们之前都已经详细说过了，那么这里就快速的带过了。Mate 50 Pro 后摄3颗镜头，主摄超广角 3.5 倍的长焦；小米 12S Ultra 后摄也是3颗镜头，主摄超广角还有一颗5倍的长焦。需要注意的是，两台手机都没有光学变焦镜头啊，他们都是定焦。我发现老有人说手机有光变的，他们俩没有啊。Mate 50 Pro 在拍摄界面中有4个焦段切换按钮，但是最远的那颗10倍焦段可不是光学镜头，它是靠 3.5 倍的数码变焦，这个之前说过了，再提醒一下。12S Ultra 拍摄界面就中规中矩了啊，3个焦段切换按钮，对应就是它的3颗光学镜头。好，那就开始正式对比这两台手机了啊，在后面呢我就使用简称了，华为 Mate 50 Pro 简称华为，小米 12S Ultra 简称小米。那么对比呢，我们先从主摄开始对比。从参数上看，优势肯定是在小米这边啊，毕竟它的感光器参数非常了得。华为那边的主摄呢有一个可变光圈技术，从 F1.4 到 F4.0 可以变4档光圈。那么它具体每级光圈的变化以及作用，还有实际的拍摄效果，再加上哪级光圈更好呢？这些我们都在单独聊它的节目里已经详细说过了啊，有兴趣的可以去看它单独的节目。那这期咱们直接对比这两台手机，先看主摄拍摄的样片，颜色方面还是有些区别的啊。还有一点呢是视角的不同，华为的视角更窄，因为它的等效焦段更长，等效是27，小米这边是等效23啊。理论上是视角越窄，它拍摄的物体不就越大吗？因为它有一个望远镜的效果嘛。那么在解析力方面应该是有优势的，但是这个优势嘛也没多明显。还有就是石板的颜色差距确实有点大啊，好像印象中颜色在它们俩之间。那么镜头的光学素质方面，也就是边角画质下降程度来说，两台手机做的都很优秀啊，下降的都不多。但是华为还是会裁切一圈四周画面来保证边角画质的，这点我们上期说过了。再看一组主摄的对比样片，颜色还是些微有些区别的。你们更喜欢哪边拍摄出来的色彩呢？中心解析力方面，两边的差距还是没有想象的大，那肯定还是华为的更清晰一些嘛。那毕竟它有望远镜的效果嘛，它的视角更窄。
边角画质的把控方面，两边依然做的都是十分优秀的。下面进入高清模式的对比，两边的主摄都有高清模式，也都是5000万像素，但是在解析力方面，小米的更好。但是没关系，华为的主摄还有一个更高清的 AI 高清模式，就是拍摄的时间有点长啊，跟拍摄夜景似的。但是在解析力方面还好啊，还是超过小米的高清模式的。那再看超广角镜头，从参数上看呢，还是小米这边更占优啊，感光器尺寸它更大，像素也是它更高。但是先预告一下啊，成像的对比跟参数好像不符哦。看对比照片，两边的颜色差距还是非常大的啊，华为那边可真是够艳丽的。那视角差距也是有的啊，小米的视角更大。成像的解析力方面差距还是不小的啊，这点华为跟上次苹果对比的时候就看出来了，它的超广角非常的厉害，普通模式下解析力极高啊，不像是1300万像素对比1200万像素的差距。边角画质方面，依然也是华为的边角画质更好，但是小米的感光器更大，视角也是它更广，所以边角画质呢应该更难把控啊，这也正常。再看一组超广角的对比，颜色方面还是华为更鲜艳啊，但是这次的鲜艳看着还比较合适。中心解析力的差距依然还是非常大的啊。你说如果华为这个超广角的光学素质要是放在主摄上，那该多好啊。边角画质方面也依然是华为的更优秀。虽然普通模式打不过华为啊，但是小米的超广角还有一个高清模式4800万像素，在高像素模式加持下，解析力终于超过了华为。微距咱们就简单说一下啊，华为这边无论是用超广角直接拍，还是选择微距模式，总之效果都还行。但是小米那边对于微距来说是非常不擅长的啊，大家估计已经比较了解了。总之呢，拍摄微距的差距就是如图所示啊，肯定是华为更好。长焦镜头这块从参数上看，感光器差不多啊，但是像素是华为这边更高，焦段是小米那边更长。那么咱们看看实拍效果吧。还是先从2倍开始对比啊，2倍都是主摄的数码变焦，它们都没有2倍镜头。那么在成像方面，小米的解析力更高啊。那由于2倍还是比较关键的，大家可能用的比较多。再看一组2倍的对比，在解析力方面还是小米的更强。再看3.5倍的对比，华为就是光学焦段了，小米只能靠数码变焦。但是在中心解析力方面，两边差不多哦。不过小米是靠融合算法的，它中心部分是靠5倍拍的啊，4周是靠主摄拍的，再把两张一合成，所以中心画质还是可以跟华为抗衡的，但是4周画质是不行的。再看5倍的对比啊，5倍华为就是数码变焦了，小米是光学焦段，但是在解析力方面依然是华为的解析力更高。那么这点呢，小米对比苹果的时候就能看出来了啊，这次小米的长焦确实一般，但是华为的长焦做的还不错。小米的5倍还有一个高像素模式4800万像素，华为那边是没得选啊，虽然说它也是6400万像素的，但是它不能自己手动打开。中心解析力方面，依然还是华为的更好啊。虽然华为那边没有手动开启高清模式的选项，但是一旦数码变焦，它就会自动开启高清模式进行拍摄再裁切。人像拍摄的表现，两边都可以说非常不错啊。从我这儿看，真的是都非常优秀，但是视角是不一样的。华为的视角稍广，拍摄的时候呢，需要离人稍微近一些。但是色彩呢，华为这边更像秋天啊。当然了，这也跟视角有关啊，背景里景物的多少是不一样的。华为 Mate 50 Pro 的前摄有3个焦段，原相机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真实的。人像模式美颜里有3个功能，磨皮、瘦脸、肤色，还有几种简单的背景虚化效果。录像同样有3个焦段，整体防抖效果还可以，3个焦段各有用处，都能用得上。防抖效果日常拍视频够用了，不是拍专业视频也不用带云台什么的。小米的选择更多一点，它原相机有经典和质感2个模式，还有人像模式有大光圈，3种模式都有美颜和滤镜可以选。它视频录制为了达到防抖的效果，裁切了一部分画面，导致录像的时候脸占屏幕很大的部分。但不得不说，这样的防抖效果确实有用。这2台手机录视频的时候都可以开美颜和背景虚化，但是要在开拍之前就设置好，点击录之后就不能改了。宽容度的表现之前已经说过，他们俩弱格式的表现了。那跟直出 JPG 比呢，只次不强啊，大家可以翻之前的节目。那回到这次对比啊，先看主摄，华为的表现暗部细节多一些，但是暗部再稍微暗一点就好了。相同场景超广角的表现，华为就更优秀了啊，小米的暗部细节基本都没了。但是一换场景，情况反过来了，主摄的表现小米更优秀啊，超广角的表现也是小米更优秀。那换一个场景，主摄的表现小米更优秀，华为有些偏色，超广角两边都非常不错。
最后一个场景，华为的主摄依然是偏色依旧啊，但是超广角的表现暗部细节还是稍微丰富一些，只不过颜色还是稍微有些偏。可你说华为偏色吧，这个场景暗部它又不偏色了，而且右上角树叶跟墙体还能明显的区分出来。但是亮部嘛，还是小米更优秀啊，又亮又有细节。超广角的表现也是如此，暗部墙体上的树叶，就是右上角那个树叶啊，华为还是能分出来。小米这边不仔细看也看不出来树叶了。不过亮部细节还是小米的好，又亮又有细节。由于华为的自动夜景关不了，小米的自动夜景成像还挺快，那么在亮的地方呢，我们就都用自动夜景了。那么先看主摄，两边暗部细节、亮部细节都挺丰富的。超广角的表现，小米虽然说暗部更暗啊，但是细节该有的都有。再换一个有强光的场景，主摄的表现两边都非常优秀。超广角的表现，小米还是暗部更暗，但依然有细节。这个场景下，主摄亮部是都有炫光啊，但是暗部细节华为的不错啊，又暗又有细节。超广角的表现两边都非常优秀。再换一个场景，两边主摄的水平还是都很高啊，还是亮部都有炫光。超广角的表现两边也是半斤八两啊，总体表现都很不错。这个场景的压力就非常大了，亮部暗部的差距非常明显。主摄的表现暗部华为更好，亮部小米更好，超广角的表现也是如此。亮度进一步降低，这个场景主摄的表现华为的炫光更明显，但是它拍的更清晰啊，当然这也跟视角有关系，它的视角更远，景物拍的更大。它超广角的表现综合来说还是小米的好。女流氓小象就非常暗了，就得打开夜景模式了。主摄的表现上还是华为看着更清晰一点，当然这也是视角的原因，它拍的景物更大嘛。小米那边的表现也是非常优秀的，亮部暗部的细节都非常丰富。超广角的表现华为的更好。阴森小楼的场景，主摄的表现两边细节呈现都非常清晰，但是华为的偏色稍微重一些。超广角的表现半斤八两吧。祖传神树场景，两边主摄的表现非常上乘啊，非常不错。超广角的表现华为更强。健身器场所两边主摄的表现依旧十分上乘，华为还是有些偏色啊。超广角的表现华为更好。最暗的场景，祖传神树 Pro， 华为的表现非常惊艳。作为这么小的感光器来说，当然了 1.4 的光圈也发挥了作用，只不过偏色还是十分明显。解析力方面两边差不多，华为看着清楚，也是它的景物拍得更大导致啊，视角导致的。超广角的表现还是华为更优秀。录像的对比我用的还是默认设置啊，就是厂商最想让你拿起来直接用的设置。先看主摄走路防抖的表现，防抖两边都不错，但是清晰度还是小米的更好。超广角的表现两边都非常优秀啊，就是颜色有些区别。你还别说，华为升级了系统之后，录像比对比苹果那会儿要强了啊。现在是2倍焦段的对比，都是主摄的数码变焦，解析力两边都不错，防抖也都不错，但是也都有摩尔纹。华为第二个录像的光学焦段是4倍啊，不是3.5倍，它是靠3.5倍裁切的。小米是5倍，解析力两边都不错，但是防抖是华为的好。夜晚主摄录像的表现，暗部细节小米的稍微丰富一些啊，防抖两边差不多，但是炫光是小米的更明显。相同场景超广角的表现小米更强。最暗的场景女流氓小象，两边的主摄表现都非常优秀啊，无论是防抖还是细节呈现。超广角的表现就甭说谁强了啊，除了评测没什么用。公园设计方面，两边的后摄造型都是这种圆圆的设计，但由于华为那边的主摄感光器比较小，所以整体的后摄造型比较秀气。而小米那边呢就比较张扬了啊，就是在说我就是一台很牛的影像旗舰手机。不过要说这种工业设计的话，好像是华为先用的哈。不过两台手机的整体质感方面，我可能觉得 12S Ultra 更好一些。屏幕显示效果方面，在正常使用的情况下，我没有看出什么区别啊，两边的效果都不错。厚度方面是小米更厚一些，如果你手小的话，华为可能更适合你。硬件的区别上嘛，最大的区别就是一个4G 一个5G，但是你们觉得现在5G 很重要吗？那其他硬件上的区别我们节目就不过多展开了，因为我们是聊影像的节目。那下面我们就来总结一下这两台手机在影像方面的表现。华为 Mate 50 Pro 和小米 12S Ultra， 它俩都是当今热门的影像旗舰手机。随着软件的升级啊，华为 Mate 50 Pro 的影像能力也在慢慢进步。主摄的表现上，两台手机都不错。Mate 50 Pro 的焦段更好，但是 12S Ultra 的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成像快，解析力高，而 Mate 50 Pro 能与之匹敌的 AI 高清模式成像太慢了。超广角的表现 Mate 50 Pro 真是太优秀了啊！默认模式下的解析力那真是少有的优秀啊！中长焦的表现也是 Mate 50 Pro 更好，微距的表现也是 Mate 50 Pro 更好，人像的表现两边都不错。直出宽容度的表现两边会有胜负啊，估计得看当时计算摄影的心情来决定胜负了。夜景的表现，如果说细节呈现两边都很棒，但要算上色彩偏色的话 ，Mate 50 Pro 还差点意思。
录像的表现，主摄 12S Ultra 更好，长焦 Mate 50 Pro 更优秀。OK， 到结尾了。那看完上面内容呢，希望可以给您一些帮助啊，也希望您能喜欢我们的节目哦。记得一定要点赞、关注，多多支持。没错啊，因为这样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拜拜。